你为什么偷我的银子？我找你借你不给，我又有急用，所以只能偷了。你还有理？那些银子呢？在哪儿呢？都花了。你说什么？全都花了，一文都不剩。你这个忤逆不孝的东西，你去悬崖，去悬崖！报官！什么？正式状告周莹？是。婆婆告儿媳偷盗。这个女人真是一刻都安分不下来。请赵大人做主，为民妇做主。周莹，你婆婆状纸上所说，可是事实？是，句句都是事实。赵大人，我错了，请你责罚。但我现在还不出来。为何？我订了2000亩棉花，那2000两银子，连同典当土地的银子，我都交了棉花定金了，现在一文都不剩。赵大人，我这有详单，你看了就知道，我所言不虚。啊，在这儿呢。你把那50亩地也拿去当了。娘，消消气。你是存心不让我活呀？没有银子，没有地，我要怎么办呀？周莹，你可知道，偷盗2000两白银乃是重罪，怎么也要关上1年半载。我知道，但如果你现在把我收监了，反而是害了我娘。娘，要不然这样，我在此立字为据。3个月之后，我连本带利还你2400两银子，那50亩地也完璧归赵。若3个月还不出来呢？我自己到衙门投监，要打要罚，绝不皱眉。你要是骗了我呢？这样，我请赵大人为我作证，我一定信守诺言。赵大人，可否？放肆！你拿我赵白石当什么人？为你作保担责？当初若非赵大人教导，我怎会突然醒悟，一把火烧了那罂粟？所以你当保人理所应当。周莹，你行为不检，目无尊长，视法纪为无物。今日我若不再重罚于你，整个泾阳的风气将被你败坏。来人，来，将民妇周莹拖下去，打3大板。别打！赵大人，我撤诉了还不行吗？你想告就告，想撤就撤，你拿我这县衙大堂当什么地方？哎，赵大人，你看我娘都说不告我了，你就饶过这一次吧。啊，赵大人，哎呦！夫人，这3板下来，寻常男子都难以经受。我这么做，的确是用心良苦。你火烧罂粟，赵某佩服不已。虽说你心有良知，但如果不及时匡正，很容易走上邪路。所以，我打你这3板，
就是希望你能痛定思痛，从此收敛心性，走上正路。赵大人，谢谢你刚才打了我，但却不是你刚才那番道理。那是什么道理？我偷我娘的银子，虽然情非得已，但也是错的离谱。你打了我，我屁股虽疼，但我心里却松快不少。我娘本来恨我入骨，但你将我打得如此之惨，她的恨也变成了心痛，也让我心里十分受用。我也可以大显身手了。嘿，3板子换吴家东院一个东山再起，我觉得还是挺值的。看来我的苦心你根本没有领悟，我还得再劝劝你。哎，你不就想说那个非什么那个误什么吗？别劝了，我这辈子也改不了了。哎呦，太疼！啊！哎呦，娘，我缓过来点，我们回去吧。不打紧吧？哎呦，要不要去看看梁大夫？不用，我自己有偏方，专治跌打损伤。要不要喊点轿子来？我这样子哪里还能坐轿子呀，娘！哎呦，春心，来，扶我起来。哎呦，不行，等一下，让我缓会。赵大人，把你这凳子借我使使。春心，把我抬上去。啊！腿，把我腿扶上。哎呦，轻点。哎呀！王世军叫不起来。启动，回府。哎，慢点。哎呦，轻点，轻点，稳点。别晃。来，小虎。哎呦，别跌，疼死我了！轻点，来，轻点，稳点。哎呦，别晃，稳点儿，别晃啊！慢点。疼吗？你也是为了吴家东院，为了能让他以后过上好日子才这么做的。他居然还去县衙告你，还让你挨板子。没事儿，这3板子既打不死我，也打不残我。少爷一走，孩子一掉，说白了，你跟东院也没什么瓜葛了。少奶奶，要我是你，我就走，反正一身的能耐，走到哪儿也饿不死，何必守着这个烂摊子？可她是吴嫔的娘啊，这是吴嫔的家呀。我走了，她怎么办？这个家就再也没希望。你对少爷的感情真是太重了。少奶奶，今年风调雨顺，棉花的产量特别好。你看，像这种品相的，至少1斤可以卖到100文。还了我娘的银子，再把地赎回来，今年至少能赚2万两。
夫人，赵大人，找我有事？你前日所说之事，我特意询问打探一番。结果如何？吴卫文军需作假，可以说是铁证如山。我爹绝不会作假。夫人，所谓知人知面不知心，你心中的那个吴卫文和真正的吴卫文，也许并不是同一个人。不可能。此案乃是朝中几位大人亲自督办，你若再是纠缠不休，我怕不但翻不了案，还会引祸上身。夫人，我还有一句相劝：吴家东院虽然遭遇大祸，不复从前，但你的身份仍然是大户人家的少奶奶，也应当遵守原来的做派。赵大人，你是不是又想说，我应该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啊？理当如此。可现在吴家东院就剩一个寡母一个我再不出来干活，那我们吃什么喝什么呀？哎，我知道，你要说饿死师小，失节师大，可我现在还不想死，我还有很多事想做呢。失陪了。二少爷，二少爷，哎，怎么了？情况不对啊！往年这个时候呀，来卖棉花的棉农早就排起了长队。今年眼看8月15了，外边一个人影都没有。会不会今年的棉花成熟的晚啊？没有啊。那你快去打听一下，到底怎么回事。再过几日，武汉的童老板就要来了，别到时候没棉花卖。哎，我这趟看下来，就属咱们订的棉花长势最喜人，就这2天，都准备开始采摘。少奶，沈家二少爷来了，说要见你。他的确该来了，请他进来吧。我去迎一下。沈少爷，里面请。少奶奶，沈少爷到了。沈少爷，请坐。哎呀，我发现从正门走啊，舒服多了。沈少爷，请问你找我有何事？我听说你提前3个月收了些棉花，是，收了多少？不多，80万斤。80万斤啊！你真是在找死啊！哎呦，这话怎么说？你知不知道80万斤棉花放在你这儿风险很大的？是吗？那怎么办呀？我可以帮帮你。哎呦，真是太好了！怎么帮呀？全卖给我。没问题。哟，爽快啊！80万斤棉花，120文一斤。啊？什么？我没听错吧？120文一斤。你知不知道去年棉花卖60文一斤，你卖120？但是棉花
可是从今年的地里长出来的。你就是在坐地起价呗。这棉花在我手上，我爱要什么价就什么价。65文，120文一斤，一文都不能少。哎呀，你别这样嘛，我真的是在帮你。我觉得呢，咱俩是朋友，那朋友之间凡事就应该有商有量才对嘛。是，但朋友是朋友，生意是生意。你别忘了，我还救过你一命呢。铭记在心。记什么？120文。周莹，啊，你别以为全观众就你一个人有棉花。我们走。这关中，还就只有我一人有棉花。不行，人家东院已经付了定金，这片地的棉花都是人家的了。哎，考虑的怎么样？二少爷，这多赚钱是个好事儿，可今年我跟东院签了契约，今年所有的棉花都得卖给人家。要是卖给其他人，卖多少斤就得每斤100文倒贴给人家。李长，哎，李长，帮我好好想一想啊，这附近还有哪一家是没把棉花报给吴家东院的？这品相稍微好一点的，都定了，一家都不剩了。不剩。哎，停！停！落轿。沈少爷，有何指教？这样吧，70文，一斤让你赚5文。120文。75。周莹，你到底要怎么样啊？啊！我要赚钱。我一斤让你赚10文了，你还嫌不够啊？不够。那你要多少？这样吧，看在咱们俩相识一场的份上，我给你115。你这个价格我没法做了。没法做，那就回家爬墙上树、摔盆打碗、唱歌划拳吧。起轿。少奶奶回来了。停。落轿。少奶奶，小五，佟掌柜已经到泾阳了，住云来客栈。云来客栈，就那小客栈。对，佟掌柜做事一向不张扬。那我们现在就去登门拜访。少奶奶，你就这样去吗？有问题吗？佟敬夫可是一个大商人，每年从他手上经的皮棉都在100万斤以上。他的对手很挑剔，以前都是老爷亲自接待。你要这样去的话，我怕他不会取信于你。好，我明白了。我得有个豪门大户、当家少奶奶的样子。